贩卖金圈太子爷的行踪被他妈抓住，他不仅不追究，还花500万让我视奸他，要求事无巨细的跟他汇报。我每天都给他发消息：你儿子中午吃了新疆炒米粉，你儿子上课看海绵宝宝，你儿子洗完澡围着浴巾在阳台吹冷风，你儿子进卫生间1个小时了，疑似便秘，建议多吃青菜。后来太子爷逮到我，冷笑一声：卫生间的用途可不止这一个呀，你想知道吗？正文开始，室友刷校园墙时发出一阵惊呼：天哪，沈时琛是金圈太子就算了，还长得这么帅，死前谈一个这样的。另一个室友白了他一眼：不要试图立这样的 flag 获得永生。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多少女生打他的主意吗？我心念一动，连忙打开手机，刚好刷到那个帖子，上面有一张模糊的照片，昏黄的路灯下，穿着黑色冲锋衣的男人身姿挺拔颀长，他低头看手机，露出精致分明的侧脸线条，荷尔蒙爆炸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顶流明星的路透。室友叹了口气，可惜偶遇的几率太小，我朋友甚至想花钱买他的行踪。触发关键词，我脑子里的雷达顿时嗡嗡作响。很难遇到吗？我怎么感觉天天见呢？我每天早上8点离开学校，会在门口的咖啡厅看到他，下午在桌球俱乐部结束兼职时，经常跟他错身而过，晚上出来买个夜宵还能又遇一次。现在看来，这不就是天赐商机吗？要是把他的行程卖给其他人，这得赚多少啊？我立马爬上床做了个金圈太子爷行程表，结合金融系的课表，调动记忆标注了几个最常遇见的地方。大功告成后，我一把掀开帘子，我认识一个大师，确定人的方位有一套的，你朋友需要吗？室友表情呆滞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把话说死，80%的准确率吧，放心，不准标钱。行，那你把联系方式推我。这天开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的名号就这么打出去了。我的小号每天99加的消息，转账收了我脸都快笑抽筋了。果然，这才是最适合我的大4实习。接连1个星期，咖啡厅和桌球俱乐部客流量突然激增。我挥挥手，深藏功与名。结果没几天，阴沟里翻船了。咖啡厅里，我和沈时琛他妈面面相觑，桌上摆着我的个人资料和聊天记录。沈母一身雍容华贵的气度，外加烈焰红唇，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。你叫江江？我连忙认怂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我把赚的2800全给您？他表情裂了裂，就卖了2800。我愣愣点头，试探道：少了？当然少了，我儿子就值2800，埋汰谁呢？我看你挺适合这行的，给你500万，从现在到毕业帮我盯着他，要事无巨细的跟我汇报。我沈母高贵冷艳的瞥了我一眼，嫌少？那再加100万，另外任何必要支出都可以报销。我瞬间起身，桌子一拍，眼神坚定的要上战场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。泥慧眼识珠，这活我义不容辞。沈母，沈氏家大业大，要盯着继承人，防止他学坏嘛。我懂。辞掉兼职后，我开始了360度无死角的世间之路。只要他走过的地方，树上、墙角、石头后，都会露出一双阴暗的眼睛。晚上的学校小树林，沈时琛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回头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一阵风吹来，卷起地上的一片落叶。他原地站了一会，又面无表情地继续往前走。人走远后，我才从灌木丛里爬出来，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生吓得尖叫。我热情地打招呼：哦，还有学弟，学弟。他闭上眼，直直往后倒。我讪讪一笑，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几天后，沈时琛终于被无处不在的注视感逼得搬出了学校。晚上，我拿着望远镜眺望对面亮着灯的屋子，邪魅一笑：没用的，你是躲不掉的。我会一直是奸你，永无止境的是奸你，没有尽头的是奸你。你上厕所，你换衣服，你入睡，你的每分每秒，我都在看着你。沈时琛，你是最重要的，就连你拉的 you， 我都能大口大口的 you， 这真不行。搬家后，世间变得更容易了，我只需要跟他保持同步作息和行程，再找个地方掏出手机跟沈母汇报：你儿子中午吃了新疆炒米粉，你儿子上课看海绵宝宝。时间久了，我不仅对他的口味了如指掌，甚至能猜到他每天要穿哪套衣服出门。但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沈时琛渐渐变得有些奇怪，他开始喜欢在阳台锻炼、晒太阳，甚至洗完澡还……我拿着望远镜的手有些发抖，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。那紧实有力的6块腹肌，浴巾松松垮垮地围在腰间，性感的青筋延伸进神秘处。再往下，眼泪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了出来。我拿出手机，照例给沈母汇报：你儿子洗完澡围着浴巾在阳台吹冷风。想了想，我又加了一句：可能会感冒，您要不要提醒一句？沈母沉默了一会，行为艺术不用管。我猛猛点头，感动得含泪下饭。沈时琛可真是男菩萨呀！这样一来，枯燥的世间生活有盼头多了。这天周六，沈时琛似乎特意打扮了一番出门，我一路寻找掩体跟在他身后，结果来到了一家市内出名的高端会所。我心里顿时激动不已，终于抓现行了，不花天酒地还叫富家子弟吗？这才是我时间这么久的意义啊！沈母让我跟进去，因酒水支出由他报销。我高兴的声音都在抖。那什么，点男模也报销吗？沈母，不许！我只能遗憾的暂时放弃这个计划。一路跟到了3楼，我看到沈时琛进了某间包厢，我躲在墙角后将帽檐拉低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刚想装作走错路推开门看一眼，下一秒衣领被人提了起来，耳畔响起低沉好听的嗓音：抓到你了！似乎还带着笑，但在我听来完全不亚于催命符。手机还没来得及熄屏，就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拿了起来。我下意识想跑，却被他拽进一个空包厢。咔嚓，门被锁上。沈时琛的脸隐匿在阴影中，看上去诡谲又危险，嘴角还挂着意味不明的弧度。我往后退了退，僵笑一声，试图蒙混过关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只是路过呀。沈时琛一步步朝我靠近。是吗？我疯狂点头，正想找机会把手机抢过来，沈母却在这时候发了消息过来：完啦，全完啦！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欲哭无泪。几秒后，寂静的空气中响起一声冷笑：
你儿子进卫生间1个小时了，疑似便秘，建议多吃青菜。啊，你还挺关心我。他用拇指和食指撑开我的眼皮，那双古人的桃花眼里暗光闪烁。不过卫生间的用途可不止这一个呀，你想知道吗？我把头摇成了拨浪鼓，连忙做了个小人磕头的动作。清汤大老爷，我只是个拿钱办事的呀。沈时琛似笑非笑，拿了多少？一听这个我就满眼警惕地看着他。你想跟我分钱？沈时琛，我缺你那点。尸体有点不舒服，先死了。他把手机给我，又慢条斯理地开口。今天这事我可以当做不知道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？假装我女朋友？我费解地抬头，试图理解他的脑回路。这一瞬间，我脑海中闪过了很多个疑点。这母子俩不会再对我仙人跳吧？沈时琛接着说，1个月200万。我立马握住他的手。老婆来喽。沈时琛，我跟着他回到了刚刚那个包厢，里面有3男2女，对我的出现十分诧异，尤其是其中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白裙女孩，立马站起来尖声质问他：琛哥哥，这个女人是谁？沈时琛握拳抵在唇角，轻咳2声，朝我递了个眼色，估计这就是他要我假装女朋友的原因了。我秒懂，然后假装不舒服地靠在他身上。哎呀，宝宝，人家有点头晕，都幻听鸡叫了，哪来的咯咯哒？噗嗤，不知道是谁笑出了声，所有人都低下了头。沈时琛唇角微抽，僵硬地把我揽在怀里，随即朝他们淡淡说了一句：我女朋友有点不舒服，先走了。白裙女孩不敢置信，眼眶瞬间泛红。琛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？我不信。沈时琛语气冷淡。柳墨，你说想见我女朋友，现在也见到了，随你爱信不信。柳墨又气又委屈，除非你们亲一口给我看。我脸色一僵，下意识看向沈时琛。老板，没说还要亲嘴啊？他像是证实了什么似的，像一只骄傲的孔雀般扬起头，语气骄纵。不是男女朋友吗？这都做不到。下一秒，唇上落下一道温热又柔软的触感。我睁大眼睛，瞳孔地震。他的声音轻雅得像一片羽毛，勾得人心痒痒。加钱。我沉痛无比的又亲了回去。多加点。啊！在柳墨破防的几乎要冲破防板的尖叫攻击中，我捂着耳朵恍惚地离开包厢。而沈时琛出来到现在，唇角的弧度就没下来过，仿佛心情愉悦到了极点。我心里嘀咕，看来摆脱柳墨对他来说真的很高兴了。沈时琛突然斜斜看了我一眼，轻咳一声。柳墨是我的邻居，我爷爷跟他爷爷是战友，我比他大几岁。当时随口玩笑说他出生要是女孩就结娃娃亲，但是2家都没有这个意思。柳墨心性单纯，不能让他一直误会下去。原来是青梅竹马加娃娃亲，这不就是小说套路？接下来沈时琛就该追妻火葬场了吧？我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算是回应。沈时琛蹙眉，语气不满：你那什么眼神？哎呀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妈呢，我怎么交代？一想到这个我就蔫了，一屁股坐路边的石墩子上。沈时琛语气漫不经心：以前怎么样你就继续怎么样呗，我都说了当不知道这回事。不过他倏然弯腰凑近，你需要暂时搬到我家。浅淡的薄荷清香萦绕在鼻尖，我怔怔看着他映着夜色的幽月眉眼，猝不及防的注视让我心跳漏了一拍。我往后一仰，拉开距离，这怎么行？他似乎有些热，扯了扯领口，起伏的肌肉线条若隐若现。我呼吸一滞，但话又说回来了。沈时琛眉梢微挑，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得意。搬过来不是更方便你监视我吗？况且柳墨到时候过来没发现我家里有女人的痕迹，那不就露馅了？他朝我伸出骨节分明的手，双赢的事，对吧？像一只蛊惑人心的妖精。我别开视线，伸出手跟他击掌，他却握住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牵着我往前走。我瞪大眼，你是不是耍流氓呢？沈时琛，别回头，柳墨在后面。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闷闷不乐地由他牵着。得加钱。走在前面的沈时琛无声弯唇，知道了。晚上我端坐在床中央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沈母发来的那条消息。有什么情况吗？我惴惴不安地试探。你介意你儿子谈恋爱吗？那头回复很快，放心，我不介意。我松了一口气。你儿子可能暂时有对象了，疑似为了让追求者放弃而找的挡箭牌。这是他初恋哦。这2条消息几乎同时发出。我眨眨眼睛，沈母又撤回了上一条消息。既然这样，你不用再跟我汇报他的情况了。我大惊失色。那钱？沈母，我不会找你退的。我顿时喜笑颜开，吹了一大堆彩虹屁，发了最后一句：沈女士，合作愉快，下次有这样的工作还找我呀。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我沉入梦乡，丝毫不知道我每天是间的那间房，这一晚亮着的灯彻夜不熄。不得不说，沈时琛确实是个合格的室友。我习惯做饭，他会主动洗碗做家务，倒也没有多震惊，毕竟是监了他这么久，也没见他请过阿姨，没有大少爷脾气，这点倒是令人惊喜，也让我们的塑料关系亲近了一些。但沈时琛时不时的行为艺术让我有些苦恼。洗完澡只围浴巾被我撞见好几回就算了，喝个水还能湿掉白 T。他倚在冰箱前，昏暗的环境中，照明灯的光映在他胸膛上，勾勒出性感的肌肉线条，将身材优势发挥到了极致。我的目光粘在他胸前的2点红眉上挪不开，喉间越来越干涩，视线不经意间相撞。沈时琛眸光微凝，你流鼻血了？我下意识一擦，满手的血。沈时琛朝我走过来，我猛地跑到卫生间关上门。江江，你没事吧？我边冲水边含糊回应，没事，我就是有些上火而已。沈时琛顿了2秒，是吗？我有些恼怒地喊，你快去睡吧。罪魁祸首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大闺女哪受得了这个？过了一阵，外面没声了，我松了口气，用纸巾堵住鼻孔后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却一头撞到了温热的胸膛上。头顶上方传来一声轻笑，可我总觉得跟我有关。对上那双含笑的桃花眼，鼻腔又有热流涌动的预兆，我几乎是落荒而逃。辗转反侧到半夜，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。沈时琛不会再勾引我吧？是错觉吗？柳墨又来了。自从沈时琛说有女朋友之后，
他就3天2头的过来找各种理由试探。正常人都知道不能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，偏偏这孩子还越挫越勇，不到黄河不死心。我莫名对他有种异样的怜爱之心，甚至都不好意思对他阴阳怪气了。柳墨气闷，喂，你那什么眼神啊？我慈爱地看向他，说吧，今天又要做什么妖啊？他打开电视，我们3个一起看恐怖片吧。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看不了一点，我是真怕鬼啊。我刚想拒绝，他又说，你们以前的表现还是太僵硬了，根本无法让我相信你们是真正的情侣。只要你们今天通过了我的考验，我就再也不缠着琛哥哥了，可以吧？沈时琛，没问题。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夹杂着似有若无的期待。我只当他在暗示我，只能硬着头皮点头。为了工资，我拼了！一抬头，刚做好的心理建设瞬间溃散。他放的竟然是10大恐怖片之一的山村老师。有些人看上去还活着，实则已经走了一回了。恐怖的音效一出来，我就浑身发抖。沈时琛将我揽进怀里，体温透过肌肤传递过来，仿佛有种抚平恐慌的魔力，令人安心的嗓音稳稳穿透耳膜。害怕就把头埋我怀里，我没矫情，埋进他怀里，双手还紧紧抱着他的腰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宽肩窄腰吗？好神奇，一下子就不害怕了。下意识在他结实的胸肌上蹭了蹭，丝毫没注意到沈时琛的身体越来越僵硬。好变态，你的相册里竟然全是琛哥哥的照片。柳墨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，我睁开眼，发现他正用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在翻我的手机相册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密码？柳墨傲娇地环住手臂，之前看到一次就记住了呗。抢回来后，我有些不自在地看向沈时琛，他却反常的视线闪躲，耳尖在黑暗中红得能滴血。我狐疑地打量他，目光却在某一处凝住。沈时琛倏然起身，一声不吭地回了房，身影快得如同一阵风。柳墨得意地笑起来，琛哥哥肯定是被你的变态吓到了，你等着被分手吧。有点聪明，但不多。我按住发烫的脸，宕机的大脑这才一点点回归。这不对吧？那是恐怖片，不是岛国小电影啊。柳墨见我没理他，语气不满，喂，姓姜的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双眼无神地扭过头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语气沙哑又诡异。我会一直是奸你，永无静止的是奸你，持之恒以的是奸你，没有尽头的是奸你。你上厕所，你洗澡，你出去玩，你换衣服，你入睡，你的每分每秒，我都在这看你，盯着你，注视你，永远到死啊！他脸色惨白，尖叫一声往沈时琛房间里跑。琛哥哥，救命啊！我嗤笑一声，还治不了你了。刚伸了个懒腰，沈时琛房里又传出第2声尖叫。我过去时，柳墨带着哭腔，慌不择路地撞开我。你们2个变态，锁死吧！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这么害怕？我刚想瞅一眼，房门砰地关上。沈时琛抵在门口，他低头跟我对视，似笑非笑。看什么？我顿时想起当初是奸他的时候，他能在卫生间待1个小时，再结合刚刚的表现，在房间干出什么都不奇怪吧？我的眼神变得有些微妙。他凑过来，悠悠盯着我。你在想什么呀？我故作自然地拍了拍他的肩。男子汉大屁股，我懂。说完背着手像个老大爷一样溜达着回房。沈时琛语气无奈，喂，不是你想那样。我摆摆手，示意他懂的都懂。他按了按跳动的太阳穴，气笑了。再次收到神母消息的时候，我有些怔愣。神母，你不给我发消息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我在床上翻了个滚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那我继续给你发。神母，好。这天开始，我又开始事无巨细地给神母汇报，不仅是沈时琛的事，还有我的生活碎片。他没有疑惑和不耐烦，反而句句有回应。我捧着手机，快笑成一朵花。沈时琛欲言又止，还带着点微妙的不爽。你跟我妈谈上了？我敷衍地回。工作呢？工作呢？沈时琛则很快到了拍毕业照这天。出发前，沈时琛递给我一束盛放灿烂的向日葵。他摸了摸脖子，故作自然地看向窗外。那什么，都说毕业要给女朋友送花，我猜你应该喜欢这个。我接过这盆花，闻到熟悉的淡香时，瞬间红了眼眶。怎么会不喜欢呢？我是外婆带大的，外婆有一块向日葵花田。小时候，她总对我说，等葵花成熟了，爸妈就回来了。长大了才知道，我是爸妈不要的孩子，只有外婆把我当成宝贝养大。她还说，等我大学毕业，她要摘下田里最漂亮的花给我庆祝。可还没等到这天，她就撒手人寰了，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后来我才知道她生了重病，为了不拖累我，一直瞒着。现在我存了很多钱，可会在花田旁等我放学的外婆却再也回不来了。沈时琛看到我落了泪，一瞬间慌张无措。是不喜欢吗？对不起。我上前抱住她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微风拂过，风铃微动，一声声悦耳的叮当声和擂鼓般的心跳重合，分不清是谁乱了频率。到学校后，室友看到我手上这捧花时愣住了。江江，你这捧花怎么跟沈时琛送女朋友的那束这么像呢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表面故作震惊。不是吧？我在校门口花店随便买的。沈时琛竟然有女朋友了？他们没怀疑，兴冲冲地给我看校园墙，里面截图了沈时琛的朋友圈，只有一张向日葵的照片和一行文字：恭喜女朋友顺利毕业。下面每秒刷新几十个评论。室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上回介绍的那个大师太厉害了，肯定是有人成功了，真羡慕啊。我心虚的后退2步，拍完就准备开溜，结果被水灵灵的抓去毕业聚会了。KTV 包厢里伴随着鬼哭狼嚎的高音，我默默在角落喝酒。室友吓坏了，你别喝了，你一喝酒就闹事，待会我们按不住你。我嘿嘿一笑，放心，我肯定改了。他说的是大2那年，我们在寝室煮小火锅，还配啤酒。我没喝过酒就想试试，结果几杯下肚就开始发酒疯，好不容易安分下来，半夜又爬到室友的床上，对他又亲又抱。第2天，在室友后退半步的动作中，我沉痛的发誓这辈子再不碰酒。可都说一醉解千愁，能暂时忘掉这毛线团般剪不断理还乱的心事也挺好。手里在口袋里持续震动，眼皮越来越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躁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，
耳畔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清冽中氤氲着丝丝缱绻。江江，回家了。趴到他背上时，闻到熟悉的薄荷凉香，情绪一下就忍不住了。沈时琛，你为什么要勾引我？为什么要给我送花？为什么要来接我？为什么要给我不切实际的幻想？我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不该有的心动。沈时琛顿了顿，轻声说：“因为你是我女朋友。”我带着委屈的哭腔：“假的。”他喉间微动，低哑的嗓音带着诱惑：“那你想变成真的吗？”我没回他，我的手已经伸进他衣服里，上下其手了。好热，好滑，好 Q 弹。沈时琛气笑了：“你可真会破坏气氛。”回到熟悉的床上时，我撩开眼皮，沈时琛近在咫尺，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。于是我从心的钻进他的100，开始嘬，就像在品尝奶油蛋糕上的诱人樱桃。沈时琛闷哼一声，将我扯出来，耳间的红早已蔓延到整个脖颈。他轻轻喘息：“江江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”我此刻色胆包天，脑子早就被沈时琛勾引我的一幕幕占据，酒精上涌，压制了理智，于是我理不直气也壮。我嘬怎么了？谁让你勾引我的？都怪你。良久，昏暗寂静的房间里响起一声愉悦的低笑。沈时琛牵着我的手在他腹肌上游动，对，都怪我。暧昧的气息洒在我的耳廓，带着暗示和引导。江江，说喜欢我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哦。掌心温热的触感让我喉间干涩，大脑宕机，我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我喜欢你。”下一秒，一个缠绵的吻落下，不是浅尝辄止，而是气势汹汹的攻城略地。姿势倒转，我骑在他的身上，沈时琛轻扶着我的腰，喘息着任我肆意妄为。浑身的酸痛让我连一根手指都懒得动，艰难地摸到手机，发现已经是下午2点了。沈时琛给我发了消息：“给你煮了排骨汤，醒来记得喝，我很快回来。”紧接着就是柳墨挑衅地发来一张照片，两家人在饭桌上把酒言欢。柳墨：“耶，准备商议我和琛哥哥的婚事喽。”我指尖微拳，没什么情绪地关掉手机。我不是棒槌，能感觉到沈时琛对我的不同，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短暂的相交之后就该回到各自的轨道。就算不是柳墨，也只会是其他人。和沈母的合作也正式结束，毕业也代表着分别。于是我带着行李和千万巨款，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我没什么大志向，打算回去开一家种满向日葵的民宿，一人2猫，3餐4季就挺好。千万不要来找我呀，就让我守着几个破钱，在潇洒的余生中悼念我逝去的初恋吧。我没想到会在回老家的高铁上遇到那个学弟，他非常阳光地朝我打招呼：“哦哈哟，学姐。”我拉上口罩：“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了，学弟，您矫健的身姿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”聊熟了之后，我知道他叫梁岩，是摄影专业的大3学生。这个暑假去拜访亲戚，顺便拍一些古村落。巧的是，他跟我在同一站下车。分别时，梁岩叫住我，笑容有些腼腆：“学姐，加个联系方式吧。”我对这一块不熟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学姐能不能给我当1天导游？我有些犹豫，他又说：“1天1000，包可以的呀，钱不钱的，主要是帮助咱学弟进步。”我含泪点头：“有钱人遍地走，多我一个会死吗？”梁岩笑得灿烂，露出2个小虎牙，可爱极了。我差点被晃花了眼。打开手机，首先弹出来的是柳墨的消息：“原来是退婚，你们锁死吧。”沈时琛给我打个无数个电话，还有沈母的消息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给他道个别，感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，合作愉快，后会有期。至于沈时琛，他估计已经看到我留的便签了，没必要再联系。去车站买了大巴车票，山路颠簸，我靠着窗看着越来越熟悉的景色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安顿好后，我抽出时间给梁岩当了几天导游，顺便对民宿进行初步选址，探寻了不少甚至我都没去过的村庄古迹。他还给我拍了不少照片。傍晚，他送我回家，我拿着相机啧啧称奇：“你小子技术不错呀，给我拍这么好看。”他并排走在我身侧，闻言侧脸看我，满眼都是笑意：“学姐本来就很好看啊，镜头都拍不出1/10。瞧瞧，长得好看就算了，说话还这么好听。”选好照片后，刚想跟他打趣几句，随意一瞥，顿时僵在原地。不远处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踏着漫天夕阳逆光朝我走来，我怔怔看着他一步步走近。沈时琛，他身上的短袖有些发皱，眉眼间染上了淡淡的倦意，一看就是风尘仆仆赶路过来的。看到我和梁岩走在一起时，向来噙着笑的唇角抿成了锐利的弧度，满身沉甸甸的低气压。两人对视，一个轻松，一个漠然。梁岩含笑开口：“原来是沈时琛学长啊，听说你要订婚了，恭喜呀！”沈时琛一把拦住我，扯了扯嘴角，笑意却不达眼底：“我女朋友在这儿，我跟谁订啊？”当着我面造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想挖墙脚呢。别以为他不知道，这小子之前在校园强捞人，要不是被他拦截下来了，还不知道会怎么勾引他呢。我浑身僵硬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梁岩收了笑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：“学姐，被威胁了你就眨眨眼，我会救你的。”沈时琛嗤笑一声，仿佛在嘲笑他的自作多情。眼看着村里越来越多吃瓜的目光朝这头来，我只感觉明天就要身败名裂了，连忙冲梁岩示意：“学弟，你先走吧。”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无声弯唇：“好吧，学姐，下次见。”拿着相机的少年转身离开，背影一点一点消失在夕阳中。沈时琛挡住我的视线，嗓音森寒：“好啊你，不告而别，转头就背着我找野男人，怎么还依依不舍了是吧？”我压低声音：“你不要无理取闹。”“哦，这么快就互上了呗。”我冷着脸往家走。我们本来就是交易关系，现在交易结束，各回个家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沈时琛跟在身后，柳墨的事我可以解释，那天我们两家是把这个事说清楚，不是什么订婚。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哪怕只是一句玩笑，我也不想让你有误会的可能。心间骤然酸涩，我忍住回头的欲望，冷硬道：“我们不合适。”“哪里不合适？你给不了我想要的。”沈时琛攥住我的手腕，迫使我面对他。他眸色幽深：“钱、陪伴，哎，就连身体我都给你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清静。”沈时琛：“哇塞！”我甩开他回家，把门锁上，生怕晚1秒就会心软。有时候我承认自己理智到激进冷漠，但很多时候不是相爱就能抵万难的。
就算在一起，他家人会同意我们结婚吗？他们会尊重我吗？在这些现实因素没有解决之前，一切承诺都是空谈。比起飞蛾扑火、奋不顾身地跟他在一起，我更爱自己。晚上，我透过窗往外看，确定他走了之后，才微微松了口气。电话铃声响起，看到显示的备注时，唇角微扬。江江啊，听说你毕业回家了，怎么不来看我呢？好久没见了，我明天下厨等你，一定要来呀。我甜甜地应了一声，好，本来就打算这几天去看您的。大一那年清明节，我回村给外婆扫墓，在县城买东西的时候，刚好撞见有人抢劫，一个阿婆的金镯子被抢，她慌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报警后，我大喊抓贼，冲上前试图阻止她。县城本来就小，我和几个好心人合力，很快把她抓住。后来我陪着阿婆去警察局做笔录，她一遍遍擦拭那个金镯，满目怀念。这是我们家老头子结婚时给我买的，可不能弄丢。阿婆姓李，跟我外婆年纪相仿，我不自觉想亲近她。一来二去，我们的往来渐渐变多。她一个人住，儿女都在大城市，我每次回老家都会陪她吃顿饭。第二天我起了大早，提着牛奶和水果就去了李阿婆家。门打开后，我刚扬起的嘴角顿时凝固，笑容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沈时琛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他眼底盛着光，语气熟稔：“是小江吧？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真破费！”我一脸见了鬼的表情。怎么是你？李阿婆走了过来，看到我时满脸惊喜，哪怕满头银丝，依旧精神矍铄。江江，快来，准备开饭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外孙沈时琛。我僵硬的点头，刚想客套一下糊弄过去，沈母从里屋走出来，笑意盈盈。妈，他俩认识。我两眼一黑，两股战战，急语先走。您怎么也来了？不会是事情败露，来找我麻烦的吧？沈母眉眼柔和，我来看我妈，顺便帮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追女朋友。李阿婆表情有些云里雾里，沈母三两句简单解释了一下，她顿时惊喜的拍掌。原来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呀，我还说撮合你们呢，真是天赐的缘分啊！我弱弱的想开口解释，被沈时琛捂嘴拉上楼。江江，都见过家长了，你别想给我跑！我怒瞪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时琛倚着门，眉梢眼角都晕着笑意。你不就是担心我家里人不同意吗？那你现在知道了，我妈很赞成，我外婆也很赞成，我爸没资格不赞成。原来从沈母找到我开始，一切都是他们母子的计划。我愣了半晌，原来我还真被你们仙人跳了。沈时琛，哪有仙人跳倒贴钱的？我警惕道。你想要回去，不可能。他好气又好笑。放心，都是你的。所以现在你能没有后顾之忧的跟我在一起了吧？我看着他没说话。沈时琛超不经意的嘶了一声，钱太多了花不完，要是有女朋友能每个月给他500万就好了。我立马握住他的手，女朋友来了。视线相撞，此刻我们的眼中只有彼此。沈时琛伸手将我拥进怀里，眷恋的在我颈间蹭了蹭。我很想你。窗帘勾勒出风的形状，风铃奏响心动的乐章。我说我也很想你。完成民宿的前期准备工作后，正式开始动工。我抽空跟沈时琛回了一趟京市，在见到柳墨时，他正在跟小跟班逛街。小跟班不屑地对我翻了白眼。默默，这种乡下长大的穷酸货色，沈时琛肯定只是玩玩而已，过段时间他一定会后悔的。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了，柳墨冷下脸。我也是乡下长大的，你是骂他呢，还是在讽刺我呢？小跟班瞬间白了脸，灰溜溜地离开。我没想到他还能为我说话，一时间心情有些复杂。沈时琛跟我说过，柳父抓住风口发家致富后，他们一家人才搬到京市。柳墨小时候也是过了很长一段苦日子，所以家里很溺爱，养成了骄纵蛮横的性子。但他却从来不会瞧不起穷人，即使之前这么讨厌我，也没有讽刺过我的出身。柳墨表情有些不自然，我可不是帮你，我只是看不惯他而已。啊，对，他瞪了我一眼，又别别扭扭地说了句对不起。总之，我不会再缠着沈时琛了。其实我也不喜欢他，只是习惯别人把我们凑一对了而已。你不要一生气又跑回老家了，我有些心累。真不是因为这个。柳墨恍然大悟，那就是因为沈时琛太变态了，对吧？我上回不小心踢翻了一个箱子，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你的照片。他顿了顿，又鄙夷地看向我。哦，你也变态，你们天生一对，锁死别出来吓人。不得不说，柳墨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趁着沈时琛去公司，我溜进他的房间，真的找到了一个半人高的纸箱，里面全是我从大一到大4的各种角度的照片。好啊，怪不得能想出这么阴间的追人主意，原来自己就是个阴间人。我又调出我的手机相册，沉默了，好像我也没好到哪去。沈时琛回家的时候没看到我，给我打电话，铃声在我的房间响起，却依旧没有人回应他。他动作微顿，走上前缓缓打开房门，下一刻眸光凝滞。房间里铺天盖地贴满了他的照片，窗帘拉上，只从缝隙里透进了一缕光，显得诡异又错乱。他往后退了退，耳畔响起一道悠悠的声音：“被你发现了呀，我会一直是奸你，直到永远。”他将在原地喉间滑动，疑似失去了所有力气和手段。我满意一笑，刚想打开灯质问他，刹那天旋地转，我倒在柔软的大床上。沈时琛轻笑一声，在昏暗的光线中，情与欲无限滋生蔓延。我清晰地看到他脱掉白 T 时，紧绷的腰线蓬勃而有力。光是照片怎么看得清呢？从现在到明天，你有很多时间慢慢看。比不了，这是真变态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想要爬走，被他攥住脚踝，湿热的吻缠了上来。昏沉中，我咬住他的肩。为什么会有我从大1到大4的照片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沈时琛将我抱得更紧，哑笑道：“夜还很长，暗恋你的故事我们慢慢讲。”全文完，番外。沈时琛一开始只是对那个女孩感到好奇，因为在哪都能看到她。大1寒假，他在校门口的咖啡厅兼职，他对每个顾客都笑得很热情。那天他刚从公司实习结束，满身疲惫的路过，透过落地窗，被他的笑容晃得有些怔忡。沈时琛站在门外，不自觉拍下了这一幕。鬼使神差的，他进去点了一杯热拿铁。后知后觉，已经快到晚上了，谁喝咖啡呀？
他提着手中的袋子，不由沈笑。不过还挺暖和。后来每天去那里买一杯咖啡成了习惯。大二暑假，他在便利店兼职，上的夜班。他好像对老人格外友好，有个拾荒婆婆躺在便利店外面，他给婆婆接了一杯热水，还让她进来睡，又给了她一个包子。店长说了他什么，他双手搓了搓，似乎在求饶，像一只小猫，好可爱，拍一张。大三，他又去桌球俱乐部兼职。沈时琛本来是不相信天定缘分这个词的，但现在他承诺了。而这一天，这个叫江江的女孩主动跟他说了第一句话：先生，办会员卡吗？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哦。沈时琛，他办了5年的会员。那天他的眼神就像在看财神爷。沈时琛一直都知道追他的人不会少，长得漂亮，专业成绩好，又吃苦耐劳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可是他一个也没有答应。独来独往，除了兼职几乎没有社交，每天3点一线，偶尔会去买一束向日葵。那天他看到有几个人渣总是用下流的眼神瞥他，装什么清高啊，野哥都追他这么久了，跟个木头一样。切，故意拿桥呗。那个叫野哥的是个富二代。嗤笑一声，今天我还就要把他拿下。沈时琛手臂上霎时青筋浮现，抑制不住的怒火灼烧他的四肢百骸，眉眼冷得骇人。那晚他把那群人打进了警局，自己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却没有什么时候比此刻更清晰自己的心意。沈母来接他，母子俩在长椅上坐了很久，久违的一次谈心。沈时琛有些不自在的轻咳一声：妈，我有一个喜欢了3年的女孩。沈母，谈恋爱我不管，但结婚的话就要考虑清楚。他脸眉一笑：我喜欢的人心理防御很强，对任何形式的接近都避而远之。要想软化他，必须要付出全心全意的喜欢才行。如果我只是抱着和他玩玩的想法，一个照面就会被宣布出局。沈时琛抬头认真看向沈母，所以我跟你说这件事，是我确定未来只会是他。我希望你们能接纳他，不想让他跟我在一起后还有任何后顾之忧。他喜欢江江的笑容，不想让他染上一丝愁绪。沈母了解自己的孩子，欣慰又心疼。有照片吗？给妈看看。沈时琛调出手机相册，羞赧无比。不知不觉间，他拍了人家这么多张照片，却话都没说上几句。沈母微笑着接过手机，看到照片的瞬间，表情变了变。沈时琛心里一紧，怎么啦？沈母给他发了一张合照，主人公正是江江和外婆。沈母喟叹：你们还真是有缘分啊。但是妈是过来人，这样的女孩清醒独立，你怕是很难走到她心里啊。沈时琛深深注视着那张照片，唇角上扬。没关系，我有耐心等待。临近毕业，沈时琛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，一个他送上门的机会，也是走进他心里的机会。番外完。